前是坦克车经过的那种量级，现在可能就是摩托车。我曾经躺在床上，因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整个跳起来吓醒，才发现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开这个刀完了之后，对我来讲是重生，你知道吗？好感谢你，真的。长期的没有睡好，在运动的时候那种呼吸的那种阻塞感很困扰我。就是连呼吸都必须要感觉要额外的用力，那这个部分我是很痛苦的。前期的时候就是觉得睡眠好像不是很好，那我就早点睡，或者是我服用什么样的药这样子褪黑激素之类的东西。可是随着时间这个整个严重度到后面，我就是必须去戴正压机，然后去呼吸，然后又发现说其实正压机根本就戴不住。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没有一次那个罩子是在鼻子的。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些生活辅助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多，但是睡眠的品质还是一样这么差。坊间呢也有很多的，像中药的也有这种助眠的，就是中药的，其实我也去中医我也去看过，有去尝试过止鼾剂这种喷剂。号称可以睡得比较好这样子的产品，甚至是一些就是说睡前让自己放松的什么心灵音乐，就是带着听，然后什么正能量，就是3秒钟入睡，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我老婆甚至我小孩，因为小孩子当时候是一起睡的，就是会觉得说，爸爸好像就是忽然之间就打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吵的一个声音，然后忽然之间就好像安静下来，然后他们都会很担心。另外就是我在出差的时候会跟同事是在同一个房间睡觉，那段时间都是同事必须得先去睡，因为我打呼实在太大声了，他没有办法睡着，会被我的鼾声给整夜都睡不好，我自己心里也很大，就是压力也很大。到第2年半的时候，我就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的心理状况已经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有一种叫恐慌症。我曾经躺在床上，因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整个跳起来吓醒。从那一天之后，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当我一想睡着的时候，马上就醒过来，才发现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也导致说我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动这个刀了，结束这个3年的这种痛苦。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过睡眠检查，那睡眠检查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蛮麻烦的，你必须得预约，然后必须得等一段时间，等到那个有床位，然后进去里面睡觉。即使在那个空间里面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感觉也不是睡得很好。这一次去检查了，就是采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我去租借这些仪器，我可以在自家把这些仪器按照 SOP 把它佩戴好。配套好完之后，我就睡觉也可以自己选择时段嘛。我就是按照这个人员说的，就是说在你要睡觉的半个小时 ready 好之后，我就把它启动之后，然后就一觉睡到天亮去做记录。这个是我觉得是蛮亲切的一个设备。那蔡医师看到这个报告之后给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不用开刀，你就是用正压机。正压机对我来讲是无效的，根本就戴不住。直接就是讲说这个手术，蔡医师就是针对传统的手术跟这种达文西手术很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它的过程跟差异。那达文西它又很精细，对于出血的控制就会比较去减少这个出血，那我就会觉得蛮认同的。醒来就开始很痛苦的那3天。当恢复期开始麻药退的时候，吞咽的那种需要辅助嘛，因为那时候里面还有敷材嘛，就只能靠嘴巴一个呼吸道去做呼吸，然后又会有疼痛，又会出血，对我来讲很痛苦啦。但是第3天之后，这个出血的状况明显就比较少，比较精神一点的，所以我第3天就开始工作，但是还是对于吃东西的这一块就是蛮痛苦的，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大概是10天吧，10天到2个礼拜左右，我就觉得基本上都是完全恢复了。其实一个礼拜我就在吃了，只是说那个吞的部分是比较痛苦的，就是那个模仿给你看，就是这样吞的时候，就是手捏着这样，一口就是一个痛苦，一口就是一个痛苦。3月多开的刀，到现在是6月底嘛，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鼻腔里面的这种阻塞感是完全是没有感觉的。针对术前跟术后，精神科的这个部分还是持续在看。
可是现在的睡眠的部分，尤其是这个睡觉的过程里面，跟术前是天壤之别。睡眠的时间是没有变的，但是早上起来的这种感觉哦，就是神清气爽了，觉得有睡饱的这种感觉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感觉。12点到1点去睡的话，其实有时候大概6点多就会醒过来，就是跟以前是8点多，然后闹钟响赖着，觉得没睡饱的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像充电来讲的话哦，这段时间的充电在术前的话，它大概我这个充饱电大概就是45到50左右，术后之后的这个睡眠啊，它就可以直接拉到85。当我在跑步的时候，它是真的有在跑步，因为跑步的时候那个心肺很大嘛，对不对？我的肺部是打开的，然后吸收的这个空气都全部进到里面了，流汗运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爽。我是非常骄傲的跟我的同事讲，以后我是可以先睡的。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整个明显降低了很多。然后因为我有午睡的习惯，有时候我儿子会来我房间，他有跟我讲说，爸爸你那个声音是有，就打呼的声音还是有，但是小声很多。以前是坦克车经过的那种量级，现在可能就是摩托车，就比较骄傲，就是说打呼就很正常啊，打呼就是那一点点音量而已。就非常感谢蔡医师，开这个刀完了之后，对我来讲是重生，你知道吗？身上的这些问题又解决了好大一部分，然后我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生活，没有这些困扰跟压力，所以我会觉得是重生。最想建议就是不要小看你打呼或者是睡觉不好的这件事情，因为它这种持续性的你的轻忽，造成你长时间的这种状况。透过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长时间的这个积累造成你身心灵的这种痛苦啊，真的是要去重视的。蔡医师，我好感谢你，真的在一些通讯软体有聊天啊，然后就跟蔡医师就觉得很像朋友，就是非常细心。他知道在这个过程病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及早的去做一些说明啊、安抚啊，或者是那个过程他都让你比较清楚，那你比较可以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不是一无所知的，有比较多的资讯。那蔡医师针对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